大家好，我是星星，欢迎来到 M2C 链商的最后一集，第11集。前面10集，我们从理念、机制、技术、经济、案例、模型、风险、落地，完整的讲解了 M2C 是什么，为什么可行，以及如何实现。今天，我想带你看见更大的画面。如果 M2C 成为全球第一套消费资本化系统，未来10年世界会变成什么样？这一集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开始。如果今天是2026年，那么2036年的商业世界一定会因 M2C 而彻底改变。本集分成3部分：消费资本时代的全球化趋势， M2C 能否成为下一个世界级商业框架，链商对人类商业文明的长期影响。这是一集站在未来说现在的内容。未来10年，商业世界将会面临3大不可逆趋势：消费行为透明化、价值分配去中心化、用户资产化普及化。这3件事将彻底重写经济运作的方式。1. 消费将不再只是花钱，而是累积资产。今天，当你刷信用卡，有 Apple Pay， 在电商买东西，你不会期望它带来任何长期价值。但是10年后，情况会倒过来。你会预期每一次消费都应该带来某种资产性回报，如果没有，你会觉得不合理。就像今天的你会被现金回馈信用卡吸引，未来你会被资产回馈的消费系统吸引，而 M2C 就是这个新时代的基础。2. 平台垄断会走向衰退，未来10年，平台经济会面临3大压力：抽成太高，商家难以承受；隐私法规让资料不能随便采集。用户开始要求我创造的价值，我要拿回来。平台靠垄断获利的时代会逐渐走到尽头，因为当消费者知道我可以从消费中得到代币，就不会愿意再到传统平台消费，这会让平台第一次感受到价值外流的压力。3. 代币化消费会成为新常态，未来10年会出现代币化超市、代币化餐厅、代币化美容院、代币化电商平台、代币化旅游联盟、代币化创作者生态，而所有这些都会采用同一套逻辑：消费激励、留存复购、生态价值上升。当越来越多行业加入时，消费资本时代就会全面到来。未来10年，消费者会成为市场真正的中心，而不是平台。现在我们进入第2部分。M2C 有没有可能像 Visa、Amazon、Google 一样，成为全球级的商业基础设施？答案是有，而且几率很高。原因有3： 1. M2C 解决的是全球性的共同痛点，全世界所有行业都有3个共同现象：贫富差距扩大、平台垄断、商家利润被挤压。M2C 解决了这3件事，让消费者获得价值，让商家降低成本，让供应链更有效率。它不是针对某个国家，而是针对全球商业结构。2. 任何人都会消费，所以 M2C 市场是无限的。你一天不投资没问题，你一天不创业没问题，但你一天不可能不消费。这意味着 M2C 的终极市场等于全人类。全球80亿人口，只要有1%使用 M2C，那就是8000万用户规模。3. 代币化激励让 M2C 本质上具有网络效应，越多人加入，代币越有价值，代币越有价值，越多人愿意加入，这是 Web3 生态最强大的飞轮。而 M2C 正是第一个以消费驱动代币流通的全球商业模型。它不是一个产品，而是一种框架 framework。 未来会有无数企业、团队、商家使用 M2C 的逻辑来打造自己的生态。M2C 是下一代商业的 TCP/IP。M2C 有机会成为全球商业的共同语言，就像信用卡与行动支付一样。最后，我要用一个更大的角度来讲 M2C。M2C 不是一个项目，而是一场商业文明的转化。它改变3件事情： 1. 改变价值的流向。
过去用户、平台、股东，未来用户、生态用户，商家、生态商家，价值不再被抽走，而是回到贡献者手中。这是巨大的文明变化。二、改变富的来源。传统富人靠资产变富，普通人只能靠工资、靠存钱。消费让穷人更穷。未来，消费行为本身就是资产行为，这是对财富逻辑的重新定义。三、改变商业的中心。Web 一、内容中心 ；Web 二、平台中心；Web 三、用户中心，而 M2C 就是 Web 三商业的代表。消费者将第一次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，这不是技术革命，而是权力革命。今天我们讲了 M2C 未来10年的3大趋势：一、消费资本化会成为全球新常态，所有消费都会带来资产性回报。二、M2C 有潜力成为世界级商业框架，因为它解决的是全球共同痛点。三、链商时代会重新定义人类商业文明，用户、商家、制造商的角色将彻底改变。一句最重要的总结 ：M2C 不只是让人越花越有钱，它正在让全世界的商业价值回到应该属于每一个人的手里。这是一场真正的商业革命，而我们正站在它的起点。这11集我用最清楚、最完整的方式带你看懂 M2C 模式的全部，从思想到模型，从技术到经济，从风险到未来。我是星星，链商时代才刚刚开始，我们未来再见。